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5支蒂普提克他们家的浓香香水。那我在上一集影片当中呢，已经有推出了4支他们家的淡香水分享。如果还没有看过那一支影片的话，请记得要去观看哦。那今天分享的5支香水呢，分别是绝梦、影中之水、巴黎之水、漩涡以及帕劳沉香。如果有兴趣的话，请你继续看下去吧。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呢，主要会和你分享任何有关于香水最新以及最有趣的内容。因此呢，记得要订阅我，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讯息了。好的，我们开始今天的香水分享吧。第一支绝梦，这支香水是蒂普提克为了纪念60周年，灵感呢是来自于在巴黎总部旁边的一间小酒吧。那这间酒吧呢，在当时是许多艺术家以及创作家一起在这边讨论与分享想法的地方。那这一间酒吧跟我们想象中那种充满烟草味、威士忌以及雪茄那种浓厚味道的酒吧不一样。这一边的酒吧，我觉得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很高级，然后充满文青风格的一间酒吧吧。这一款的香气真的是非常好闻。一开始呢，前调带有那种琴酒的那种苦苦的感觉，然后呢，还伴随着一些水果香，像是有柠檬啦、橘子，还有好像是水蜜桃的那种水果的感觉，感觉好像真的在品尝一杯鸡尾酒，很惬意、很轻松的感觉。那这支香水给我的感觉呢，我觉得好像是在饭店里面的那种爵士酒吧啊。为什么是在饭店里面呢？因为每一间饭店啊，他们都会有自己很独特的那种香氛的那种味道。我觉得这个感觉好像就是在饭店里面的那种爵士酒吧，有饭店的香气，再加上爵士酒吧里面那种鸡尾酒特调的感觉。然后慢慢的呢，你能够感受到香气会点缀出一点点茉莉花的味道。那这个茉莉花味道不浓，它若有似无，非常的不明显。那整体来说，这一支味道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而且它的香调啊，每一个香调比例拿捏的刚刚好，不会过于浓厚，也不会有那种过于女性化的花香味。所以我觉得这一支其实是男生女生一年四季不论场合都很适合穿搭的一支香水。我相信应该也没有人会抗拒这款香气吧，真的非常好闻耶，绝对是值得入手的一瓶，赶快入手它。第二支影中之水，这支香水呢，描绘出了一只天鹅在池塘上很悠哉享受的一个画面，但是呢，它的香气啊却不单纯哦。一开始它的前调啊，明显的你能够感受到就是玫瑰以及黑醋栗的那种甜腻感，然后呢，还有苦橙叶的融合，是酸涩的，也是刺鼻的。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你去用火烧那个玫瑰花瓣的感觉，就是带有那种火烧东西的那种烟熏感啊。简单来说就是烟熏玫瑰的味道。算是一个很奇妙的味道。那当香气呢进入到中调的时候，它是转换成那一种非常有绿郁感的那一种清爽。那像是你做了一个白日梦，然后呢梦到你在池塘边看到了一只天鹅，然后呢你的心情也跟着轻松，跟着享受那个当下的环境的那种感觉。那它这个香气啊，我觉得有点像是你从那个池塘里面拔出一根树木的茎，伴随着茎以及水分的那一种味道，就是绿意感很强烈、很清爽的味道。不过这个味道呢，到了尾调的时候，它又回到了最初那种带有烟熏感玫瑰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一支
这支香水让我感觉呢，就是现实与梦境心境上的那种转换。前调就是现实中的那种苦，到了中调呢，感觉你好像做了一个白日梦，很美好的感觉。那到了尾调的时候呢，它又把你拉回到了现实。那这支香水我会觉得比较适合那些很有个性、有自己的 style、有自己风格的一些男生女生去穿这支香水。巴黎之水，巴黎之水这一支呢，灵感是来自于巴黎这座城市的新艺术建筑。那巴黎是一座浪漫的城市，一定少不了什么啊？就是浓情的玫瑰花，对吧？那这支以玫瑰为主调的香水呢，它还带有许多的脂粉香，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成熟女士去使用。那香气到了中后调的时候，脂粉味淡去，慢慢停留在你身上的味道呢，是那种甜而不腻的玫瑰花香。这一支的层次感比较单薄，但是主体呢，这个玫瑰花还是一直存在着。我会觉得这一支香水像是一位巴黎女人，脸上呢画着一个大浓妆，顶着大红唇，手中叼着一支烟，向你说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啊的那种感觉，不受外在环境影响，但是呢忠于自我的那一种生活态度。第四支 Volute 漩涡，漩涡这支香水呢是讲一段蒂普提克其中一个创办人叫做 Yves Cousland， 他的小时候的记忆。当时呢，从法国马赛开往西贡，就是现在越南的胡志明市的一个航程当中啊。那这段航程当中充满着各种香料以及冒险的旅程。那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呢，是在一个甲板上的一个女子。这位女子啊，手中抽着一根烟。那这个烟雾所产生出来的那个雾啊，弥漫包覆着这位女子的脸，所产生的那种漩涡感，就是这瓶香水的灵感啊。这一支香水，我觉得是一款非常有时代感的味道。前调烟草以及新香料，又苦又呛，我觉得它是带有那种像是切那种法国面包的那种面包屑的感觉。也许作者当时的记忆里啊，人们以法国面包为主食嘛，然后呢再搭配那一种酒为饮品，所以香气里头还带有那种像是药酒的那种味道。然而呢，蜂蜜的加入就降低了那种刺激感，辛辣感慢慢的淡去，就凸显出蜂蜜的那种甜甜的感觉，以及鸢尾花的那种粉质感。这款香气的味道，我觉得它的画面感是非常真实的，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当时在船上甲板上的那个情形。不过这款味道真的是太独特了，我觉得它是给人家有一种距离感。对，那这一支我觉得是真的要慎入的一瓶香水，绝对不可以盲买。那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重口味香气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支你可以去试试看。最后一支帕劳沉香，这一支香水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摩洛哥的马赛克瓷砖。那它的香气呢，是以保加利亚玫瑰以及香草的那种奶香去中和了乌木的那种沉闷感。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那种下雨过后潮湿的木头味。然后之后呢，焚香以及烟草味道的加入就让这个味道有一点诱人，很醇厚的一款味道，感觉好像走访到中东地区的市集，你会闻到那种焚香香炉，然后烧香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味道，有一股很神秘的阿拉伯风情的感觉。这支香水其实很耐闻，那我会觉得这支香水它是真的比较沉静、很稳重的一款香气，会比较适合有阅历、性格硬朗的中年男士去穿它。
而且在秋冬或者是微凉的季节去穿会较为合适。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蒂普提克的浓香香水分享。其实蒂普提克他们家的香水啊，还有很多种我都还没有介绍到。那不知道大家呢对其他香水哪一款你有独特的见解呢？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一下哦。那最后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别忘记给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